汤姆·索亚历险记，马克·吐温。第4章。太阳出来了，世界很安静，阳光像祝福一样，照在一个小村庄上。吃完早饭，波莉阿姨让家人一起做一些事情。开始的时候，大家一起祈祷。这个祈祷有很多圣经里的话，但是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。然后，他像在山上一样，大声地读摩西法典里的一章。汤姆开始背他的课文，西德几天前就背会了。汤姆努力记住5个课文，他选择了登山宝训里的一段，因为这段课文很短。半个小时后，他对课文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，但是他的心思不在学习上，他的手也在做别的事情。玛丽拿过书要考他，他努力回忆。好的人是穷人，对，穷人。心里穷的人是精神，心里穷的人是有精神的，因为他们的心里穷的人是有精神的，因为他们的会得到天堂。哭的人是好的人，因为他们会收到，我不知道下面是什么。收到啊，因为他们会收到哭的人，好的人会收到，因为他们会哭，因为他们会收到什么？玛丽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汤姆，你真笨，我不是故意让你生气的，我没有办法，你得再学一遍，不要着急，汤姆，你一定能学会的，如果你学会了，我会给你一个好东西，加油，你要听话。好，你告诉我你要给我什么，玛丽，告诉我。这不重要，汤姆，你知道我答应你的事情是真的。我相信你，玛丽，我再学一遍。他努力学习，因为他很好奇，而且他想得到奖励。他学得很快。玛丽给他一把新刀，这把刀很漂亮。他很高兴，这把刀不太好用，但是它是一把真刀。汤姆在桌子上画了几下，他想在桌子上画几下，但是有人叫他去主日学校。玛丽给他一个盆和一块肥皂，他走到门外，把盆放在一个凳子上，他把肥皂放在水里，然后放在凳子上，他把袖子卷起来，把水倒在地上，然后跑到厨房，用毛巾擦手，但是玛丽把毛巾拿走了，说：汤姆，你不觉得不好意思吗？不要这么坏，不要怕水。汤姆有点不好意思。他们又把盆装满了水。这次，汤姆看着盆里的水，没有决定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洗脸。他走进厨房，闭着眼睛，摸着毛巾。他的脸上有很多水和肥皂，但是他的脸还是不干净。玛丽帮他洗脸，他变得很干净了。他的头发也湿了。玛丽帮他把头发梳好。玛丽拿出一套衣服，汤姆只在星期天穿这套衣服。这套衣服叫做另一套衣服，所以他的衣服不多。玛丽帮他穿好衣服，把他的衬衫领子翻到肩膀上，给他戴上一顶帽子。他看起来很干净，但是很不舒服。他希望玛丽不要让他穿鞋，但是玛丽没有忘记。他把鞋擦干净，然后给他穿上。汤姆生气了，说他不想做的事情总是要他做。但是玛丽说：汤姆，你要听话。汤姆穿上鞋，很不高兴。玛丽很快就打扮好了。3个孩子一起去主日学校。
汤姆不喜欢主日学校，但是西德和玛丽喜欢。主日学校的时间是9点到10点半，然后是宗教活动。2个孩子总是愿意听，另一个孩子也总是要听。因为别的原因，教堂里的座位没有垫子，很高，可以坐300人。教堂很小，有一个木头做的顶。汤姆走到门口，退后一步，和一个朋友说话。比尔，你有黄色的票吗？有。你想用它换什么？你给我什么？1块糖和一个鱼钩。给我看看。汤姆给他看了糖和鱼钩，他同意了，他们交换了东西。然后他用几个玻璃球换了3张红色的票，用别的东西换了2张蓝色的票。他和其他孩子说话，买各种颜色的票。最后，他带着很多孩子走进教堂。他找到他的座位，和一个孩子吵架。老师是一个老先生，他阻止了他们。然后，老师转过身，汤姆就拉了前面那个孩子的头发。受害者回头看，汤姆正在看书。汤姆用针扎了一个孩子，听他叫。老师又批评了汤姆。汤姆总是这样，不安静，很吵，喜欢打架。上课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很好地回答问题，但是他们努力回答。然后老师给他们蓝色的票，票上写着圣经里的话。每张蓝色的票可以换2个课文，10张蓝色的票可以换1张红色的票，10张红色的票可以换1张黄色的票。如果学生有10张黄色的票，校长会送给他们1本圣经。有多少人会努力记住2000个课文，即使是为了得到1本有图画的圣经？但是玛丽已经得到了2本圣经，这是她努力学习的结果。一个德国男孩得到了4、5本圣经，他曾经背了3000个课文，但是他的大脑受到了影响，变得有点傻。这对学校来说是一个损失，因为校长总是让这个男孩在重要的场合背课文，只有大孩子才能得到圣经，所以得到圣经是一件很少见的事情。得到圣经的学生会很光荣，所以其他的学生会努力学习几个星期。汤姆可能不太想得到圣经，但是他很想得到光荣。到了发奖的时候，校长站在讲台上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要求大家安静。校长开始讲话的时候，手里拿住书，就像歌手唱歌的时候拿着乐谱一样。没有人会看书或者乐谱。校长大约35岁，他有一个小胡子，头发也很短。他穿着一件很硬的衬衫，他的领子很高，他只能看着前面，如果他想看旁边，他必须转过身。他的下巴上有一个很大的领结，他的鞋子也很特别。校长看起来很热情，他很尊重宗教。他在主日学校说话的声音和平时不一样。他开始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要坐好，安静地听我说2分钟。很好，好孩子就应该这样。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在看窗外，她可能以为我在外面，在树上和小鸟说话。大家笑了。我很高兴看到你们这么多快乐的孩子来到这里，学习做好事。”他继续说，他的话总是这样，大家都听习惯了。校长的话被一些孩子打断了，他们又开始吵闹了。但是当校长停止说话的时候，大家都安静了。孩子们吵闹的原因是有人来了，来的人是律师撒切尔，一个老先生，一个很漂亮的女士，她可能是律师的妻子。女士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。汤姆很不安，他不敢看艾米劳伦斯。但是当他看到新来的小女孩的时候，他很高兴。他开始吸引小女孩的注意，他打其他的孩子，拉他们的头发，做鬼脸。
他想让小女孩喜欢他，他有点难过，因为他想起了他在花园里被羞辱的事情，但是他很快就忘记了。来的人坐在最好的座位上，校长介绍他们，老先生是一个法官，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重要的人，他们想知道法官是做什么的，他们想听他大声说话。他从很远的地方来，他见过很多东西。孩子们都很害怕，他们很安静。杰夫·撒切尔走到法官面前，想让其他的学生羡慕他。如果他能听到其他的学生在说什么，他会很高兴。看，吉姆，他走到他们那里去了。看，看，他要和法官握手了。他握手了。如果你是杰夫，你会很高兴。校长也想让大家觉得他很厉害，他跑来跑去，发号施令。图书管理员也跑来跑去，拿着很多书。女老师对学生很好，他们刚刚还拉学生的耳朵。男老师也很努力地维持秩序，每个人都很忙。小女孩用各种方式吸引别人的注意，小男孩也很努力地打闹。法官坐在那里，对着大家微笑。校长还想让大家更开心，他想让学生得到圣经。有些学生有黄色的票，但是没有人有足够的票。他很想让那个德国男孩回来。然后汤姆·索亚走了出来，他有9张黄色的票、9张红色的票和10张蓝色的票。他想换一本圣经。大家都惊呆了。校长没想到汤姆会这样做，但是票是真的。汤姆被带到法官那里，校长宣布了这个消息。这是10年里最让人吃惊的事情。大家都觉得汤姆和法官一样厉害。所有的孩子都很羡慕汤姆。那些把票卖给汤姆的孩子更难过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骗了。校长把圣经给了汤姆。校长努力表现得很热情，但是他知道这里面有问题。他觉得汤姆不可能记住这么多课文。艾米·劳伦斯很高兴，他想让汤姆知道，但是汤姆不看他，他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他有点不安，然后他怀疑了，但是他又觉得不可能。他注意观察，他发现了一些事情，他很难过，他很嫉妒，他很生气，他讨厌所有人，特别是汤姆。汤姆被介绍给法官，他很紧张，他说不出话来，他的心跳得很快，因为法官太厉害了，而且他是那个小女孩的爸爸。他想跪下来，但是他们现在在亮的地方。法官摸了摸他的头，说他是一个好孩子，然后问他叫什么名字。汤姆结结巴巴地说：汤汤。不是，汤姆，是托马斯。对，我想你还有别的名字，你告诉我你的名字，好吗？告诉这位先生你的姓，托马斯。校长说，还要说先生，不要忘记礼貌。托马斯·索亚，先生。很好，好孩子就应该这样。好孩子，你真棒，2000个课文很多，你不会后悔的，因为知识是最重要的。知识可以让人变得伟大和善良。你以后会成为一个伟大和善良的人。然后你会说，我的一切都是因为我在主日学校学习，我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的老师教我学习，我的一切都是因为校长鼓励我，给我一本圣经，我的一切都是因为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你会这么说，托马斯，你不会用所有的钱换你的2000个课文。现在，你愿意告诉这位女士和我一些你学到的东西吗？我知道你会的，因为我们喜欢努力学习的孩子。你知道12个学生的名字吗？你愿意告诉我们最先被选中的2个学生的名字吗？汤姆拉着他的衣服，看起来很笨，他脸红了，低下了头。校长开始出汗，心里想，
这个孩子不可能回答任何问题。法官为什么问他问题？但是他还是说：“回答这位先生，托马斯，不要害怕。”汤姆没有说话。他会告诉我的，女士说。最先的学生的名字是大卫和歌利亚。让我们结束这个场景吧。